嗨，大家好，我是 Leo。今天我们来开箱 New Balance 2025年的最新款式 Absorber 2010。大概在去年年中就有谣传 New Balance 可能会复刻推出2000系列最高等级的款式，不过一直到今年正式发布之后呢，才知道原来 New Balance 准备了2款新款，分别是今天影片要介绍的 Absorber 2010，以及将在6月份开卖的 Absorber 2000。这两款鞋的走向呢完全不同。Absorber 2000呢给人一种前卫的现代感， Absorber 2010呢则是运用了现在很流行的 Retro Future 未来复古风元素，初看像是老爹鞋，其实仔细拆解是用了现代新潮的设计元素来进行鞋身的每一个部分。什么是 Retro Future 未来复古风呢？它指的是一种融合了1980年代至1990年代的复古元素和未来主义的设计风格。这种风格表现出对过去的科幻作品中所预测的未来世界的想象，将复古的元素呢大量使用在有着前卫设计的产品上。今天的开箱影片呢一样是会针对大家关心的脚感以及尺寸选择部分来进行解说。如果你喜欢 Leo 的影片，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也欢迎追踪我的 Instagram， 接收更多新鞋发售的消息。现在看外观的部分，这一款 U2010 AG1 呢是 Absorber 2010的首发款式，整体鞋身的材质呢是使用卡其色的纽巴哥，鞋脑部分呢则是以绿色的大孔钻石性网布搭配黑色的合成皮革线条来连接。在最前方呢有一个接近90度的反光区域，相比前几年的 2002R 990V6 都是在前掌处简单的点缀反光区域，这个反光的面积呢提升了不少，算是直接继承了990V3 到 V5 这几代的特色。仔细观察绿色网布的部分呢，会发现里面还有另一层直条纹的网布，而且呢也布满了反光的元素。网布的区域呢一直延伸到鞋舌的部分，在鞋舌的最上方呢则有另外一块反光的区域，上面印着简单的 New Balance logo。眼见的朋友呢应该有发现，在先前新闻稿释出的时候呢，官方的图片在鞋舌上是有印了2010的型号字样，不过这个设计呢在正式发售版本呢被取消了。这边的档案 logo 呢则是采用了新型的模组式设计，这个档案 logo 呢初看会觉得跟990V3 的版本很像，算是同系列比较直线利落的线条设计。同样呢也将 N 做最大化，不同的点呢大概就是在这个档案 logo 的中间还有凸起的胶条，让2010的鞋款呢有了属于自己的表情设计。鞋后跟的部分呢则是使用了跟鞋舌同样风格的简化 New Balance logo 设计。中底部分呢使用的是 Absorber 为主的混合材料缓震材质，这个中底呢分为前后两段，根据官方的资料呢，在鞋跟以及前掌处呢都使用了 Absorber SBS 的材质，在中底部分呢则使用了透明 TPU 版的 Stability Web 垫片进行连接。这个技术呢相信大家也不陌生，在2002R 1906R 的中底呢也有用到过。而大底部分呢在后半段的正中排水区域呢有着大大的 New Balance 字样之外，前掌部分呢也采用了菱形格纹的设计，在最前方呢则有一个绿色的 New Balance logo。内里的话呢使用的是摸起来很舒适的棉质内里。鞋垫部分呢除了有2010的字样之外，在鞋垫上方呢也有打孔，增进排气散热的功能。这是官方的标配呢，只有鞋身上这一组黑色的鞋带，让整体鞋子给人的感觉呢比较成熟而且沉稳。整体鞋身的设计呢也是老爹鞋给人的感觉。尺寸的话呢，这次我是直接到门市去选购，在店员的建议下呢拿了原尺。普通2002R、1906R、327这些款式呢我都会拿大半号 US11 号，而9060呢、X472这些呢则是会拿原尺 US10.5。当天试穿的时候呢，原尺是穿起来刚刚好，不会太大，也没有感觉到紧迫。整体的鞋身呢也比较修长，内部空间呢都算足够。但可能实际上脚测试的前一天呢，这比较重口味一点，脚部有点水肿。测试的这一天呢，就觉得有点略略的压脚背。但很肯定的是呢，这个版型呢没有像2002R 或1906R 那样，一穿就立刻觉得原尺太小。如果脚宽或想穿宽松一点的朋友呢，也可以考虑直接拿大半号。当然最好呢还是有试穿过会比较保险。上片的这时候呢，在台湾因为是限店发售的关系呢，可能比较不容易找到可以试穿的店点。据了解呢，一些经销商也可能要等到下半年之后呢，超级会铺到2010这一款。尺寸的拿捏上呢，就要再判断一下了。脚感部分呢，老实说一想到 Absorber 这个材质呢，第一印象就是像998或990V2 那样，给人偏硬呢，但是吸震很好的感觉。但经历了9060的脚感教育之后呢，了解到 Absorber 也可以穿起来很软很舒适。虽然一样的都是主要使用 Absorber 的材料，那其实脚感的设定呢，就看开发商要怎么进行调整的。那这次 Absorber 2010的脚感呢，蛮出乎意料的，它给人的第一印象呢是厚实而且 Q 弹，出穿时呢会觉得有点像是穿 New Balance 跑鞋系列的感觉。或许可以说呢 Absorber 2010的脚感呢是9060版本的再升级，除了柔软舒适之外呢，也在多加了回弹的部分。特别要提的是呢，这次鞋子的重心虽然说一样落在中心的位置，不过出穿时呢会需要熟悉一下那个平衡感，以及有点前低后高的前倾
性感。等穿久一点比较习惯之后呢，那个稳定的回弹感呢，的确有点像990 V3 的韵味。但是 Absorb 2010的脚感呢，是比较厚实版本的回弹感，有种穿美制鞋那种穿起来比较垫高以及用料扎实的感觉。而闷热的程度呢，然后说2010 AGY 这个版本呢，它会是比较接近秋冬款的配置，厚实的内里呢有了舒适感，却比较容易蓄热。虽然说网布尽可能轻薄，鞋垫也打了洞，但跟过去 New Balance 使用多层网布的鞋款比起来呢，一样都有相同的闷热问题。以现在台湾5月刚入夏时呢，就有这种闷热程度了。真夏天来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配色是会穿不住的，就看之后有没有再推出单层网布款，或是更直接针对夏天的颜色版本的。而 Absorb 2010的鞋身设计呢，这款的配色会给人一种在有点正式的沉稳中又比较贴身恰到好处的感觉，没有像9060那么外扩的夸张设计。蓝绿色的网布呢，也给人不太像正式鞋履的轻松感。初次看到释出的照片时呢，会觉得这样的颜色配置呢有点沉重，不是普通人轻松都可以驾驭的款式。但看久了以后呢，好像我感觉这样的配色还蛮可以的，这是后来决定要入手的原因。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跟我有同样的疑问，为什么要在北半球进入夏天的这时候呢，推出这么秋冬的配色？不然像 Kiss 的联名呢，首发2款也都采用深色为主的色调，再搭配鲜艳的黄色跟粉红色。从这样的潮流状况来推论呢，或许现在的流行呢，已经跳脱了以北半球为主的试点。当然更可能的真实原因呢，是发行计划被耽搁了。如果你有读到联名款的相关报道的话，很可能这款呢，就是为了配合品牌的行销活动而延迟了。接下来呢，还会有很多配色要推出，如果在市场上回响还不错的话，大概也会像2002一样不断的推出新色。作为一款新开发的款式呢，实际穿了之后呢，也可以感受到 New Balance 想用亚洲制造来复制美制990系列成功方程式的野心。最后再总结一下，尺寸的部分呢，原址可以，但是比较 fit 比较刚好。大半的话呢，会比较宽松舒适，脚宽的人会建议直接拿大半号。脚感的部分呢，可以说是9060的再升级版本。刚穿时呢，会需要习惯一下那个平衡感，等适应之后呢，会发现这个脚感呢，有点990 V3 的韵味在，是款会让人穿了之后呢，就爱上的款式。这个配色的缺点呢，是材料比较厚，容易产生闷热，可能要等到秋冬季才会是它真正发挥的时刻。以上就是 New Balance 的2025新款 Absorb 2010的开箱分享。如果你喜欢Leo的影片，别忘了帮我按个赞，订阅这个频道，也欢迎追踪我的 Instagram， 接受更多新鞋的讯息。那我们下次看见，拜拜。这一段算是影片的补充，可能会有些朋友想说，脚感的部分既然跟 New Balance 的美制线或990那么像的话，那谁还要买美制呢？我相信当初在产品的定位上一定是有做出区隔。以9正9种的部分来说，这款2010呢还是没有美制线表现的优异。虽然它复制了美制线的脚感，但在支撑性上呢，我个人实测整天下来是觉得比990系列还要弱的，甚至比差不多价位的跑鞋1080系列还不如。这款2010呢，在站了一天走了一天下来是比较疲累的，提供给大家参考。